今天猫腻影展要谈一个非常神圣的主题，因为这部电影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做猫腻影展这个影片的动机。这部电影就是王家卫导演的《2046》。我们今天要用的方法不是单纯的谈《2046》这部电影，我要用侯孝贤导演的《千禧曼波》和王家卫的《2046》来做对照。在侯孝贤导演创作生涯中，经常会被提及与他齐名的是杨德昌。我所了解的电影评论界很少把王家卫和侯孝贤导演两个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们今天呢，倒不是比较两位导演，我们纯粹就两部他们的作品来做一个对照。我想首先呢，就提出来这两部电影呢，有许多共通性啊。第一个，2046，看起来是一个数字，不过可能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因为在电影里面，或者是许多的评论上会提到，2046指的是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里面，周慕云与苏丽珍他们外遇所在的那个饭店的房间号码，以至于说从一开始，许多人就会把2046视为《花样年华》的续集。其实，在许多看王家卫电影的就是认真的观众啊，都已经看到了，其实2046指的应该是一个年代的特殊的符号。那它代表着，就是如果是房间号码的话，2046是在2047旁边；如果在年代来看的话呢，2046是2047的前一年，而2047是指香港1997之后50年不变的最后一年。所以2046代表着那个不变的承诺即将要结束，即将要改变的意思。那如果我们把2046看成是一个年份的话，侯孝贤的《千禧曼波》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对照，因为侯孝贤看到的台湾在2000年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长期执政的国民党失去政权。当然，也许会有人觉得我这样的解读或者过于政治，不过，侯孝贤导演在1989年拍完《悲情城市》，就已经看出来他在电影创作上面的格局，以及他所关怀的层面。那么，政治其实在侯孝贤电影里面并不陌生，而是在《悲情城市》之后，他的政治的看法，那可能就不像在《悲情城市》里面这么样子，就主题的处理上面直接去面对。不过，在他后来的作品里面，《南国再见南国》或者《海上花》，其实都有很多人用政治的方式来解读。那到千禧曼波，那这2000年的这个符号，其实它可以代表很多意思。可是，在台湾的历史经验上来讲的话，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者说你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接下来我要再做一些两部电影的比较哦，可能就是回到我们在猫腻影展提出来，就是过度解读其实是我们向作者的致敬方式。两部电影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周慕云从旁白里面知道他在1966年回到香港，那想要住进那个他熟悉的饭店，想要住进2046房间，可是饭店经理告诉他，那个房间需要打扫。后来他知道，在那个房间里面发生了就是死亡的事件，所以一开始2046就在一个死亡的阴影的笼罩之下。当然，整部电影的调性感觉起来是轻松，是甚至玩世不恭的，所以似乎并没有把死亡这件事情在整部电影里面当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死亡其实有非常深的寓意。那在《千禧曼波》里面呢，一开始舒淇在一个就是有着顶棚的天桥
就自白独白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提到了他的负债。那当然不是他的负债，可能是他替他片中的男朋友小豪所负担的那个债务，他要存到足够的钱他就决定做出一个重大的生涯决定。所以在《千禧曼波》的一开始，呃，女主角就笼罩在一个负债的压力之下，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对照。当然，死亡跟负债两件事情可能不能同等来并提哈。可是这个显示了两部电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个给观众某种压力的方式去带领就是观众进入这两部非常丰富的电影。其实两部电影里面，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2046非常明显，因为当周慕云那部小说完成的时候呢，就列车长，也就是以这个饭店经理为原型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呢，说明了所有要去2046的这个乘客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找回记忆。所以你可以讲说，2046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找回记忆。那关键问题是，记忆是如何失去的呢？在《千禧曼波》里面呢，似乎舒淇是想要结束一段困扰他许久，或者是他已经觉得无法再承受的一段感情，所以他有点想要丢弃过去的记忆，只要等到他存足够多的钱。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也许在记忆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分量上面有差异当然，对照起来的话，可能知道，王家卫在处理这些议题上面显得比较直接，而且他完全要用这个记忆来带领观众去了解他的地方。好，接下来我再做两个比较可能就比较平面一点。2046里面的男主角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经历过三个女人，那这当然很容易算但其实可能讲是三个人来加了因为好像其中有这个王静雯的妹妹这个角色可能是好像一出来就结束。可是呢，在《千禧曼波》的电影里面，舒淇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其实经历了三个男人。那他哪三个呢？可能大家去看看数一数就知道了。那另外一个两者都有的共通性都有日本人。那在2046里面，木村拓哉所饰演的日本人，其实是周慕云所想象的因为他没有见过这个人，他只知道这个王静雯有一位日本男友，原本饭店经理，也就是王静雯的父亲是反对的。那么后来呢，当剧情发展以后，他父亲接受，在2046的这个剧情之中，周慕云所创作的那部2046的小说里面，木村拓哉成为一个唯一到过2046又回来的人，所以这位日本人是去过回来，在千禧曼波之中的日本人似乎在片中好像是一对兄弟，那么邀请舒淇去日本，你可以说，就是他们就是在台湾遇见舒淇，认识舒淇，然后邀请舒淇去日本，就是舒淇后来真的也去了日本，所以你可以说，在千禧曼波之中的日本人是来过而回去，这种看起来几乎是就是不可能有协调过的巧合。那是我在看这两部电影，或者说我愿意把这两部电影拿来比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当然我并不是代表说他们之间有刻意的去做这个安排，可是这种巧合其实也显露出来在就是90年代到这个2000年之后，台港导演在面对环境的变化里面，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关怀。那运用的材料呢就很接近。因为我们的猫腻影展是在2023年展开
那2024年呢，刚好这个2046这部电影据说要有一个就是重新修复的版本问世哈，那我们非常期待，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影片里面的内容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多去看这个2046这部电影。不过我们这边还是必须抱歉哦，就是我刚才已经做了很多剧透哈，那这就是做深度解读可能无法避免的事情。不过说实在话，这部电影里面并没有什么悬疑啊，或者是什么爆雷的问题啊，反而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解说，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些细节。如果嗰晚冇撞到佢，我就唔會見翻呢個號碼，之後亦都唔會有2046呢個故仔。愛情其實有時間性，你以為會一拍即合，但係結果往往都係似是而非。我開始幻想自己係一個日本人，愛上咗一個遲鈍咗嘅機械人。我曾經鍾意過一個人，後尾佢唔見咗。我去2046，因為我以為佢會喺嗰度等我，但我始終冇揾到佢。